卢卡申科还在北京进行访问呢，布林肯着急奔赴中国周边两国，是何居心？到现在还想着对华海陆合围，晚了。各位好，欢迎来到康旭说。在中美对抗愈发激烈的背景之下，美国内部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规律：只要跟中国沾上边的这件事呢，就是大事；又或者是中国做出了一个动作之后，美国紧接着也会做出一个针锋相对的动作。日前，布林肯用行动证明了这一点。那近段时间，中国迎来了一股访问热潮。在伊朗总统访华之后，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也传来了访问的信号。在出访前夕，卢卡申科就表示，过去的几十年，白俄罗斯一直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白俄与中方之间的友谊也将永远如此。那对于我们来说，双边关系得到了高度肯定，当然是一件好事。在美国试图孤立中国之际，我们就是要把朋友搞得多多的。那所以反过来说，这卢卡申科访华对于美国是构成了一定的打击作用。这边卢卡申科还在北京呢，这布林肯就着急去中国周边两个地方了。在卢卡申科对华展开访问的同一天，布林肯也开始了访问中亚之行。表面上说是访问，这背地里布林肯打的什么算盘，可就太明显了。此次出访，布林肯将重点放在了同中亚5国的 C5+1 机制部长级会议上。按照公布的消息看，会议重点讨论美国同中亚5国之间的安全问题，以及两边之间的伙伴关系。其实这些呢，都是美国用来迷惑公众的套话。所谓的安全问题呢，又是一次渲染中国威胁论的老生常谈。而加强同中亚的合作，是为了往欧亚大陆心脏上狠狠地插上一刀。这如此一来，美国便可以一举两得，同时扼住中俄的战略大后方。除开地缘战略层面的考虑，美国绞尽脑汁地拉拢中亚5国，那其实还包含着能源层面、未来发展层面的考虑。反正呢，这总之就是一句话，在今后的中美对抗当中，中亚是一块中美必争的战略宝地。那值得关注的是，布林肯此次访问行程除了中亚，还有印度。在我们看来，这无论是中亚还是印度在美国战略层面的性质那都是一样的，也就是围堵中国的重要战略棋子儿。所以，早在布林肯动身之前，不少分析人士就指出，布林肯不会空手而来，而是会带着极具诱惑性的经济提议而来。拉拢中亚以及印度之后，美国想干什么呢？一个在中国的西边，一个在中国的南边，而且都同中国存在着陆上接壤。显然，美国不光是想从海上下手，而且还试图从陆地出发，对华形成海陆合围的架势。这既凸显了美国对华战略挤压的持续深入，同时也说明美国海上对华围堵并不成功，否则美国又何苦大费周章地去拉拢一个曾经根本不放在眼里的中亚呢？只不过需要告诉美国的是，现在还想着拉包围圈，这已经晚了。经过这一场俄乌冲突，中亚亦或是印度都已经释放出了不想与美国为伍的信号。在这场地缘争夺战中，美国是人心尽失啊。好了，本期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